是一套玛雅战甲，一旦玩家能够集齐整个套装，就会得到玛雅神的庇护，从而登神。在我外出寻找战甲时，猎人如同看到猎物的野狗朝我扑来，死死地追着我不放。神庙应该就在附近，不知道里面是哪一件战甲。看到入口了，就在前面，但猎人追得太紧了，不能让他们看到神庙，我得将他们引开。猎人发现我拐弯，不假思索就追了上去，很好，成功将他们都引开了。这波调虎离山至少能给我争取3分钟的时间，得想办法把神庙隐藏起来。我将门口的红纱都给挖掉，随后用它们将神庙给掩盖住。最后一块红纱落地，我进入到神庙的内部。这里不太妙了，得在猎人到来之前通过这里，直接跳到粘液块上肯定是不够的，得想办法激活标靶。用第3视角，我看到一个隐藏箱子，将苔藓块挖掉，从箱子里拿到一把弓。我只有4支箭，最好不要有失误。先跳下去，在空中射箭，经过弹射来到平台上。前面的这个有点棘手了，这次我选择先射箭。忽然我听到猎人的谈话声，看来他们已经找来了，比我预想的快了1分钟，不能再犹豫了。先射中靶心，然后跳上粘液块，经过弹跳来到垂泪藤上，爬上梯子来到最后一段，下面没有粘液块了，只有滚滚岩浆，身边有个弹射器，我站上去将它激活，只能进行简单的垂直降落，显然这无法通关。大箱子里有艘木船，将它放上去试试吧。激活拉杆，在快要降落时用小船进行2段跳，成功抵达终点。我看到玛雅战靴了，我将它取下来试着走几步，这速度也太快了吧！我好像听到一阵爆炸声。Alright, we found it. Let's go get these boots, guy. 他们居然是炸进来的。我把战靴脱下来藏进末影箱里，随后又回到你逃我追的局面。不过我现在已经拿到靴子了，只要出去我就能逃脱魔爪了。可惜我却中了神庙里的陷阱，这下我插翅难飞了。Leggy, drop us the immortal boots now. 我已经把战靴放进末影箱了，就算你们杀了我也拿不到。Listen here, Leggy. We know Dexy has the leggings too. So whilst you're dying in this prison, we'll be out there hunting her down. 你们真是可恶啊！猎人那里只有一个胸甲，希望他们找不到黛西。我得检查下这些幽逆块后面有什么，用沙粒来搭桥吧。结果我一连放了6块下去都沉底了。岩浆池到底有多深啊？我没有其他方块了怎么办？看来无法抵达对面了。好在我还有一块诡异菌岩，而且还有些骨粉，将它放在地上，开始进行催化。我要的是诡异菌，没错，就是它。等等，我好像听到僵尸叫啊！我勒个去，哪来的小陀螺？先将它打发了再说。怎么越打越多呀？不好不好，先走为妙。这么大的地儿我也没出头啊。对了，忘了我还有把木剑了，不好意思。桃木剑打僵尸有暴击，终于将这些绿头蝇打了。继续撒些骨粉，然后把这些诡异菌饼收集起来，在背包里做成木板。现在我就能搭桥过去了。让我看看这些幽逆块后面有什么，希望不要有黑曜石。我的乌鸦嘴又开始应验了，一点岩石都没有吗？看来想挖墙出去是不行了。把这些木板都收回来吧，让我试试搭高怎么样？37块木板100%够我出去。就在我意气风发准备登顶时， Just where do you think you're going, Leggy? 不要啊！还好我手速比他快，可杰西这家伙不讲武德，用哭泣的黑曜石把上面封死了。算了算了，上帝关我一扇门，肯定会开一扇窗的。我用木板给自己搭建一个平台，随后放下小竹筏，朝着墙角开始发力。失败1次也不要灰心，总有一个角落能出去。让我试试这里，没关系，失败是成功之母。再来1次吧，成功了，出来了！我的个妈呀！大哥你哪位？这家伙朝我走来，将我的自由梦彻底击碎。落在水里是不幸中的万幸。一群火焰人从水梯里上来，就不能让我休息一下吗？无奈我只能拿起武器继续战斗。好在这些家伙都不是满状态的，他们从水流上来已经掉了半血，这使得我哪怕没有护甲也能轻松击败他们。希望不会再刷怪了。等等，那里是不是有原石啊？还真是，我有办法了。我还有一个骨块和1节禅院藤，先搭些沙子用来垫脚，跳到墙边垫块木板，然后一直来到墙角处，种下禅院藤，把骨块做成骨粉，接着撒在藤蔓上，它很快就长到上面的岩洞了。这个高度应该够了。我沿着它向上爬，怎么一开始没注意这里了？就在我要登顶时，角落里的发射器冷不丁将我击落，差点就掉进岩浆池。这次我得小心一点了，先用身体骗它一下，等它射完我就可以上去。没想到这玩意没有冷却时间，又1次失败了。但我并不灰心，我就不信我上不去。好吧，对不起，我错了。这次是真的命悬一线了，只能宣告放弃了。回到起点再想办法，吃块腐肉补充下体力。还能做些什么呢？怎么又有怪物来了？不对，这家伙手里拿的是什么？居然这么懂规矩，还知道哪里污的，那我可就收下了。我现在有了3块铁锭，把这些木板收回来。我又想到一个好办法，做出工作台，然后在上面制作铁桶，利用岩浆和水制作黑曜石，接着按照下界传送门的样子一块一块的制作。很好，传送门做出来了，有点不对称，但能用就行。用火焰弹将它点燃。我终于要离开这里了，自由的空气真好啊！坏了坏了，猎人怎么在这样？看他们急匆匆的，好像有什么要紧事要去做，估计是找到新的战甲了。让我跟上去看看。已经跟了半小时了，怎么还没到他们的基地？眼前这栋建筑应该就是了吧？我跟在后面来到建筑内部，他们去那里了。这里为什么会有一座监狱？不会是留给我的吧？ Wait, Leggy? 为什么黛西会在这里？
Leggy, they took my armor piece, and they trapped me in this bog. 太糟糕了，猎人现在已经有2件战甲了，我得把黛西先救出来。从一旁的末影箱里取出一组樱花树叶，用它来搭高去往监狱。Wait, Leggy, there's people coming. They're gonna see you. 运气太差了吧？做个剪刀出来，赶紧销毁树叶，找个地方躲起来。这不就是刚才那2人吗？坏了，他们往我这来了。好在这些人并没有仔细搜查，但现在这个时机显然不适合救人，我得先找个地方藏起来，顺便再借些物资。一看到大箱子，我就像回家了一样，还没来得及搜，黛西又提醒我来人了，看见他们的名牌了，旁边有一个酿造台，让我看看有什么。炭火药水，这有什么用啊？只剩10米了。对了，这里有岩浆，我撒上药水钻进岩浆瀑布里，希望他不会注意这些粒子效果。这些猎人一个个都是大忙人，他在打开这个木桶，那里面是空的，他应该在放东西。很好，他走了，让我看看他放了什么进去。一颗末影珍珠，非常好。怎么这里的箱子基本都是空的，只找到一把石镐，凑合用吧。扔出末影珍珠到笼子上，接着开始卖力地挖掉铁栅栏，多一个同伴就多一分希望，得夺回玛雅战甲。Alright, let's get out of here, Leggy. 临走时，我余光发现猎人在看着我们。Let's see if Leggy can fly. 我肯定不会啊！他们射出一箭将我击落。原来岩浆下面别有洞天。Oh no, what's happening? 黛西也被射下来了。杰西，你到底想做什么？ Well, isn't it obvious what I want? I have both the chest plate and the leggings already. So if you don't give me those boots, then I'll send both of you to your deaths. 此时我才发现脚下是末地传送门，死了就什么也做不到了。我只好向猎人们妥协。Only one more piece to go, and 2 little rats to kill. 可恶啊！杰西违背约定，还好我们只是被困在末地空岛上了，不过他依旧是欺骗了我们。They have all 3 armor pieces. 就差一个头盔了。一旦他们得到全套玛雅战甲，那无疑会是服务器的末日。想要脱困，我们俩得合作。我询问他那还有什么，得知他有橡树苗，我赶紧将泥土放在他脚下，然后种上树苗，撒上骨粉。这样一来，原木的事就解决了。还不错，得到6块原木，可惜没有掉落树苗。我将平台扩建了一下，防止有人脚滑掉下去。Is that an Enderman on the block? 我循着视线看去，还真是。坏了，不小心和他对视了，他要来揍我了。我迅速把脚下的木板收回来，修建出一个安全亭。下一秒，末影人闪现过来，不过他拿我们没有任何办法。这位施主面堂发黑，需要重新进行投胎，那我就帮他脱离苦海吧。拿到末影舍利子了，我现在有2颗珍珠了，不知道那边黑漆漆的是否有陆地。我将末影珍珠丢出去试一下，显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黛西提醒我可以做个末影箱出来，这倒是个好主意。我将工作台放下，包里有7个烈焰棒，可以做出末影之眼。可我没有黑曜石怎么办？就在我苦苦思索对策时，黛西冷不丁来了句怎么不问我，随后就把她的9块黑曜石塞给我。这下末影箱的材料就齐了，将它放在工作台旁，很好，里面还有一对鞘翅和10支火箭，我可以将它穿在身上，然后去寻找大陆，到时再来接黛西。说罢我就开始行动。对了，不知道鞘翅的耐久度够不够？坏了，我得赶紧回去了，千万不能出意外呀！还好平稳着陆，差点鞘翅就炸了。还有什么办法能去往陆地呢？ Well, I have almost everything to make the flying machine. We just need cobblestone. 末影箱里没有原石，我的包里也没有。对了，我不是有岩浆和水吗？我想到一个好办法。Wait, what are you doing? 我要做一个刷石机，已经3个月没做过这玩意了，可能会有点生疏。先在木板上进行搭高，在中间留一个4米的凹槽，2头分别倒上水和岩浆。只要把工作台挖掉，就能得到1块原石。然后不断重复这个步骤，先把这3块原石丢给他，然后再做一些，总共给了黛西6块，应该够我们做个飞行器了吧？不料仅仅10秒钟它就完工了。我跳到飞行器上，在侦测器后面放上土块，它收到信号后，飞行器便开始运作。唯一的美中不足就是黛西没有蜂蜜块，不然我们也不用一直在飞行器上小碎步跟着。好在总归是逃出空岛了。2个半小时后，我们看到一片大陆，一直苦着脸的黛西露出久违的微笑。这次回来一定要粉碎猎人的称霸计划。Leggy, that's where the final armor piece is. 没想到我们误打误撞找到末地神庙，猎人恐怕想破脑袋也找不到这里。他还告诉我玛雅头盔是整个套装最强的单件，甚至比另外3件加起来还要强大。那这么说，只要拿到头盔就能和猎人抗衡了。迫不及待从飞行器上下来，居然有人先我们一步赶来。不过那人好像不是猎人，但也不会是我们的同伴。 Yes, the helmet! Let's go! Whoa, this is epic! 得把头盔抢回来。 Wait, Leggy, the others are here. 这可不妙！我拉着黛西赶紧躲进小屋里，猎人们快速逼近，这家伙千万不能把头盔交出来呀Looks like you got my final armor piece, buddy. Wait, what? Wait, what? Come on, guys. I'm sure we can talk about this, right? We're all similar here. 情况非常不妙啊！这家伙是个软蛋，猎人一下他就怂了。 Hand it over, buddy. I mean, I guess I don't have much of a choice. 此时我已万念俱灰，服务器的末日即将来临。 Get scammed, buddy. And you see that black concrete powder right there? There's a warden behind it. And in 60 seconds, you're dead. 猎人又开始欺负弱小了，他们居然把那人和坚守者困在一起。黛西提议去解救他，刚好我也是这么想的。猎人已经走了，忽然我听到一阵笑声，不会是这家伙疯了吧？哥们心态这么好吗？
I was able to drop them a fake helmet. 原来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这么说，猎人没有集齐玛雅套装，但是那个坚守者怎么办？这哥们随时有生命危险。I'm not even worried about that one. Do you guys know what this helmet does? 就一个头盔能有多大力量？ Oh, looks like you're about to find out. 这哥们疯了吧？你在做什么呀？只见他一个华丽转身，随后一拳将坚守者击败。我已经的说不出话，玛雅头盔居然这么强大，仅仅一拳就能击败最强生物，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我挖掉紫宋果树，猎人气冲冲地找上门来，我赶紧将紫宋果都丢给他，能不能活下去就靠他了。快看啊，猎人只有10步之遥了，你快去把他们解决了吧。No way, bro. That warden got me to 1 HP. What? You gotta do this. 没想到这哥们一看见猎人就软了。好吧，那就让我来吧。正好我也想和猎人算算账了。这个头盔真帅啊！我已经准备好了，希望不要出什么意外。杰西冲过来被我一剑解决，众人直接沉默了。What just happened? 哈哈，不知道怎么回事吗？那就让我来告诉你。仅仅一剑就能击败玛雅3件套的杰西，你们在我手里撑不住1回合。服务器再次回归和平。Yes, we did it, broski. 整1万颗红心，我将成为有史以来生命值最多的 MC 玩家。哪怕5位猎人连砍3天3夜，我仍旧屹立不倒。而这一切还得感谢府主的一个决定，是他开启了这场红心大作战。你们谁能抢到他，他就归谁。比赛一开始，所有玩家都不假思索地跳入坑里。我手快抢到了那颗悬浮的红心，但喜悦转瞬即逝。我们发现自己正无限下坠，脚下是永无尽头的深渊。糟了，3小时后红心最少的玩家将被封禁，而我却被困在这无限循环的死亡陷阱里。很快他们就开始8仙过海各显神通，我扒上凯琳的小船，跳出了循环，从我的船滚出去。凯琳将我赶走，突然他凭空消失，看来大家都对这个循环陷阱有所准备，有的人很快就逃出去了。在这里待得越久，红心就会流失得越快。转眼我只剩2颗星了，我立刻用掉刚抢到的红心，恢复到3颗星。他在干嘛？原来是在卡墙出去。这个空间里只剩我和他了，外面的人恐怕已在疯狂搜集红心。毫无疑问，我落后了。等等，他在疯狂地扔道具，什么意思？我尝试靠近，他却突然暴毙。我的红心也只剩1颗，好在他给我留了棵树，撸掉树得到5块木板。我打算划船卡出去，做出小船推下边缘。深吸一口气，纵身跃下，坐进船里，随着不断下坠，终于哐当一声落到底部，总算逃出了无限循环。接下来挖墙出去，只剩1颗星，我得赶紧找到获取红心的办法。我误打误撞闯入一个隐秘的地下黑室。你好啊，快服，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少废话，现在最快获得红心的方法是什么？我继续，很简单，把他们的头颅带来给我。先说好，他们都是我朋友，必须加钱。没问题，前提是你能活着回来。离开黑市后，我的目标明确了，悄无声息干掉目标，换取红心。我的第一个目标是托比，他一身下界合金甲，防御惊人，我得想个狠招。这时路过的苦力怕给了我灵感，一只苦力怕不足以炸死他，但要是10只呢？而且还是10只闪电苦力怕，再让他们全部隐身，计划完美，说干就干。就这样，我在雷雨天诱拐来10只苦力怕，先让他们雷电淬体，然后调配隐身药水，把他们引到托比家。糟糕，隐身效果不够完美，只能改换策略，把他们带到2楼，然后找个合适的时机扔下去。随着一阵爆炸，托比成功驾鹤西去。我搜刮遗物，取得头颅，回到黑市商人镇，拿托比的头颅换到4颗红心。虽然成功开张了，但我并不满足，折腾15分钟才得到4颗星，效率实在太低。在野外遇到凯琳，灵机一动，向他推销刚从托比那缴获的装备，一番讨价还价，又换来4颗红心。当大家都在为了红心互相厮杀时，我偷偷溜到地下深处，造好了我的抽奖机。终极奖品是5颗红心，靠着这5颗红心，我能赚来500颗。其他的箱子里分别放着钻石块、金块、金苹果和附魔金苹果。随后我进行全服播报，等待顾客上门。很快第一位顾客就来了，我向他介绍起游戏规则，按下按钮，萤石灯就会随机停下，停在哪个箱子上，里面的奖品就归你。每次抽奖需要3颗红心，他毫不犹豫开始抽，中了金苹果、钻石块、金块，完了3轮红心不够了，欢迎下次光临。3场游戏净赚9颗红心，看来抽奖机计划能行。我补充奖品，并偷偷在机器上动了手脚，让它总是停在同一边。如果被人发现，我就直接跑路。快服，再来几次。又一位顾客上门，老规矩，3颗红心一次。几轮后，他发现不对，怎么老停这边？我只能打哈哈说是运气不好。最终他受够了离开。此时我已经有26颗红心，可突然来了位不速之客，小子不想死就把红心交出来。我假装顺从推到角落，趁他检查箱子时启动陷阱，地板塌陷，他坠入虚空。千钧一发之际，他竟打烂了我装红心的箱子。我又回到了一无所有的状态，手里只有这2颗附魔金苹果。抽奖机被毁掉，杀戮的话风险高效率低。我急需新的方法，有了，我可以吃下这个附魔金苹果，利用这个临时精心的漏洞，我就能获得假的红心。在 buff 时间结束后，背包里果然多了颗红心，不知道它能不能用。我不敢贸然尝试，得找个小白鼠。有谁能拒绝天上掉馅饼呢？这个家伙也是欣然同意，可他使用瞬间便被游戏踢出去了，而且遭到永久封禁。还好我生性谨慎，在这个服务器卡 bug 会遭到永久封禁。这颗红心显然是存在 bug， 但这样一来，他朋友肯定会来寻仇，我得躲着点他们。幸运的遇到了一个挂机玩家，我大发慈悲，
将其送入轮回，得到一颗真红心。拿着这颗心，我又萌生一个更阴险的点子：先喝剧毒药水，中毒状态下将红心摘出来，就这样，中毒效果消失了。如果我没猜错，这颗心被污染了，下一个使用者会直接中毒。于是找到艾莉，用这颗剧毒红心买她盔甲。果不其然，她用红心后立刻中毒，血量飞降，在还剩一滴血的时候被羊驼送走。我也得小心这个家伙。剧毒红心计划可行，只要让毒心流通，就能让服务器人人自危。为此，我需要准备更多的红心，利用陷阱将复活来寻仇的艾莉反复处决。很快积累到18颗红心，接着我找到凯琳结盟。你的任务是把它们卖出去。我可以自己用吗？如果你想死就自己用吧。我告诉了凯琳这些红心的秘密，目标是让毒心流通，买家不知情使用后中毒身亡。我们坐收渔翁之利。怎么卖出去？自己想办法，我还有别的事要做。我又发现一个惊人漏洞，似乎能将所有小号的生命值链接到一起，而每个小号至少有12颗星。我立刻登上小号，把它留在这里，然后我去做一个简单的衰落陷阱，守株待兔，只要有人中招摔死，我就下去捡红心，然后交给小号。很快，倒霉蛋出现，看到死亡播报，我跳下陷阱，得手5颗红心，把它交给小号，然后利用漏洞链接其他人的小号。这就意味着当我的小号死时，其他的小号也都会死亡。测试一下，操控小号高处衰落，很好，其他的小号也出现了死亡播报，果然有效。背包瞬间多了9颗红心，都是从其他小号身上剥夺的。同时凯琳那边也成功将部分毒心销售出去。我又想到把小号放进死亡循环机里，利用生命链接和小号死亡必掉落红心的特性，岂不是能无限复制红心？立刻搭建简易装置，经过一段时间挂机复制，红心飙升到68颗，但距离我想要的1万颗红心仍然差着不小的距离。有没有更快的方法？我想起服务器最热门的建筑比赛，最终大奖是整整1万颗红心，而那个建筑比赛的场地我已经找到了，它就在天上。完美盗窃计划成型，让朋友替我参赛做掩护，真正的我从下方潜入偷走奖励。行动开始，我光明正大出现在赛场，交出报名费。与此同时，真正的我正在场地下方观望。如果我猜的不错，那里就是存放奖励的地方。于是我悄悄搭高上去，我的朋友正在帮我建造，因此其他玩家并未看出异常。我已经得手了，这1万颗红心现在都归我了。背包装不下，直接将它们请客炼化。有了1万颗星，就算是从100米高空跳下也无妨。地上还有许多没来得及用的，我得花点时间把它们全部消化掉。建筑比赛已经结束了，他们很快会发现奖励丢失，然后寻找小偷。由于我全程都在场，他们绝不会怀疑到我头上。所有人都在怀疑那个中途离场的家伙。我栽赃的天衣无缝，但他是服务器最神秘的玩家，没人知道他到底在哪，所以我一直没机会找到他。但没关系，凯琳散播的毒心还在流通，只要大咪用了，他就会中毒，我可以轻松解决他。大咪，你为什么偷红心啊？那些是建筑比赛的奖励，是我们的。猎人们群情激愤，大咪站在台上手足无措，不是我干的，我没偷。这时我补上致命一刀。比赛期间大家都在，只有你中途离开过，我看到你跑了。说罢，不等辩解，拉弓搭箭将其当场解决掉。其他人看到掉落的红心瞬间激动起来，这红心是我们大家的，你不能独占。我冷笑，趁乱将掉落的红心飞速吸收。众目睽睽下，我的血条一次次突破天际，猎人们终于意识到不对劲，你哪里来的1万血？可恶，原来小偷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愤怒的猎人们追着我打了3天3夜，我不断的使用红心，压根就死不掉。可服务器却先扛不住了，整个游戏崩溃了，我也被殃及池鱼。